那我們總共是評比的3個不同的避震，那分數我們也都有記起來，讓大家做參考。那最後我自己選擇的又是哪一款，或者說我會怎麼推薦大家，如果這次想換避震的話，應該怎麼選？好，大家其實買特斯拉到現在呢，我对这台車都是非常的满意。我覺得老實說，應該是多年買起來唯一最滿意的科技產品，讓我感受到非常多真正科技上面的進步 ，AI 上面的進步。但是呢，我覺得在駕馭感上面，實際在開的時候，其實在我們一開始領車的時候，我們就有講嘛，避震對比上一代有明顯的進步，比較舒適。但是如果你前一台車，像我前一台车是開那種避震更舒適的品牌的話，那換過來就會覺得稍微有點美中不足。那另外一點呢，就是我們平常在可能走到山路的時候，像有時候帶小孩去陽明山啊什麼那種時候呢，他們感覺說暈車的這個頻率或者說這種體感上面更加的明顯。這個也是你從很早開始就開始抱怨了，对不对？因為你還要跟拍啦，就有時候你坐旁邊可能還要拿着這個相機在跟拍的時候，那像我們上次去露營區的時候，你也說在走山路的時候覺得非常的暈。關於這個避震的東西，我現在有時間我就想來處理這個部分。那先前我有去測試過很多款不同的避震，那價位大概2、3萬、3、4萬、4、5萬，然後後來就直接跳到9萬、10萬左右。那我測試完那麼多款之後，我覺得就是說高價位的真的是有它厲害的地方，但同時間我又想回來說，好，那如果今天要花到10幾萬的話，那我開車的頻率算很少，那我大部分也都是在市區開，那這種時候我需不需要投資那麼多錢去買一個很貴的避震？這個就是我現在還在有點在拉鋸的一個地方。好啦，這邊我們就直接來先幫原廠的避震器評分咯。那以下是我自己的主觀感受啦，每個人偏好不同，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就好。那這是我們測試的3款避震器，我就會分成5個項目來評分。那首先第一呢，這個碎震的過濾性，那這是新款 Y 的避震調教上面顯然在舒適度啊，還有 Q 率上面提升不少。那同時它也可以吸收掉不少的碎震傳遞到車身上，那這部分必須說，我覺得它的表現是不錯的。但就是後輪或者說後避震的表現，我覺得可以再進步，所以碎震過濾性我給7分。那第二呢，它的坑洞拋離感與搖晃的控制，那因為這個是2個部分，我覺得坑洞的拋離感其實是不差的，那畢竟它的車身也很重，但是它在搖晃的控制上呢，我覺得和碎震就不太一樣。那這邊指的是過完可能比較大的坑洞啊，或者高低起伏的搖晃控制，有時候左右高低不同的時候，那我覺得它的表現太過布丁感，那也是很多新 Y 車主的共同的痛點，那容易造成暈車。所以那因為搖晃控制不佳，這邊我給4分。那第3點呢，就是側傾的支撐力。那這邊我們在山路測試的時候就很明顯，不論是開車的人本身啊，或者說以乘客來說，應該都可以明顯感受到它的支撐力不足。過彎啊，甚至回轉的時候，它的車體重心偏移非常的明顯。那以這台對比我先前的休旅車來說，這個新 Y 的車身雖然比較低，但是側傾感卻是更明顯的。那這也是我家人比較不滿意的一個大重點。上次去擎天崗，家人暈車嚴重，必須要中途休息。所以這部分呢，我就給他5分。那第4，這個複合動態的表現，那這邊包含加速、減速，還有平時更換車道時的穩定性。那尤其在加速、減速的時候，我覺得特別明顯啊。加速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後腳沒力，那減速的時候呢，車頭會有一點下沉感。那這邊傳遞到乘客的感受，我覺得有更加明顯。那或者說你今天突然在行駛的時候，車道上有異物，那需要及時閃躲，也會感覺到它4腳偏軟啊，左右晃動的情況。那整體來說也不能說非常不好，只是就是偏向一般偏軟休旅車的調教。那這邊我給複合動態的表現是6分。那這個我覺得原廠避震在高速下的表現是很不錯的哦。高速即使碰到道路接縫的時候呢，它回復平穩的速度也算快。那真的要挑剔的時候，就是過去的時候會覺得它的抓地感有點不夠，稍微小小的漂移。那雖然整體來講是舒適的，但是沒有緊緊吸着地面的安全感。那貼地的表現我覺得可以進步。那這邊我給6分。那所以原廠避震的綜合表現的分數呢是28分。好，我們今天一早就來，那說到做到，因為我們在昨天在試開完原廠避震器之後，也發生一個小意外，就是我們的相機直接晃到，就整個摔倒。但當然有很多問題啦，可能車子我們自己沒有粘好的問題。群組裡面也很多人給我很多意見，然後大家討論之後，就越來越多人開始換避震器。尤其昨天去開完那個山路，我們2個就坐在旁邊休息，真的很不舒服。因為我們上次其實已經自己來試過4款避震器，我答應他們說，我現在決定想換了。我也過幾個月就是思考之後，覺得說這個錢該不該花。好，那我現在決定要換。他們現在有一個牌子啊 ，Koni， 那這個群組裡面也有人換過。那我來，他們說可以讓我試試看，有2個不同的選擇，一個比較偏運動感，一個比較偏自適應的這種不同的路，它都可以自己去調整這種感覺。那我們
來做個測試，然後來試試看說這個感覺怎麼樣。那我再來是要選 Kony 還是說我們先前試過那幾個牌子？那我可能一開始訴求不會想一次去上到可能花個10幾萬什麼這個，那我可能想說先解決我現在路面舒適感跟駕馭感這種晃動布丁感讓我覺得很不適的地方。試開完之後，我再決定說要換哪一款。那如果有貨的話，現場我就可能直接就先換掉，在过年假的時候可以讓家人過得比較舒服一點。你應該會小開心吧？我們家就試試看，以後在旁邊拍我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吐了。OK， 好吧。好了，那這次改完避震，我們首先安裝是 Kony 的 Sports 黃銅版本。那因為當天在現場有一款舊 Y4加變色龍的版本，所以我們自己就先裝看更偏熱血導向的 Sports 版本，來看看它的體驗差異怎麼樣。那同時也因為這款保有更多可調的這個特性，你今天如果要調得更 Q 或是更硬朗、更熱血，都可以再調整。那要注意到就是它前輪的避震是蠻簡單，自己可以輕易用附送的這個轉盤來調整，但是後輪的話就建議回廠來做調整。但通常你可能第一次裝完調校好就不太需要再去動它。那我個人因為偏好比較 Q 軟那所以我是在往偏舒適的方向的方位來調整。那所以說，如果0是最硬，然後10分是最軟，我的設定大約在8.5左右。那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那我們一樣測試了很多市區道路、高速公路還有山區的道路來體驗這個差異性。那也跟大家說，這是我第一次改避震器，那真的可以感受到這個對駕馭還有整個調性的改變有多大。但一樣，這些都是很主觀，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那我這邊用一樣的方式來評分。首先，第一在碎震的過濾性，那這款是比較偏向運動性的調校，那操控感上面非常的直覺，駕馭的樂趣提升不少。但同時也代表它的路感可能稍微明顯一點。那尤其在後輪的部分，還是可以再調教的更軟一點啦。但以我現在調的這個調性，碎震過濾性上面我給6分。但如果你的用途是以前座的駕駛樂趣為主的話，那這邊你可能可以忽略，或者說它不會太明顯。好，那第二點呢是坑洞拋離感與搖晃的控制。那這邊的進步我覺得就非常的直接，而且是改變整個車的調性的大進步。那我最煩惱的布丁感基本上是都沒了。那市區過水溝蓋時，當然啦，高低你還是可以感覺到，但整個車體會快速的回正，可以感受到支撐力有完整的接住，不會有2次、3次甚至4次到5次多餘的晃動。那這個對比原廠避震器是非常明顯的進步，所以這個部分我給7分。那第3個評分點，側傾支撐力。那我們一樣回到這個山區來做測試，上坡過彎時，我已經很明顯的感受出它的差異。那支撐感讓我在過彎時不用想要刻意減速，那吸着地面的同時呢，可以維持車體平衡的表現，我覺得很棒。那加上在操控還有指向性上面的提升，開在山區的道路上面是非常有樂趣的。那一台 Model Y 竟然可以有那麼大的變化，我也是非常訝異。下坡時更加明顯，因為還有向下的這個重力。那車頭部分前傾的支撐明顯改善很多，讓我在轉彎時不會有視角不平衡的感覺。我會說，如果我是每天要開山路的人，我甚至願意再把這款避震調得更硬朗一點。那我相信會帶來更多的樂趣還有安全感。那如果我考量到可以再調教得更有運動感的這部分，我可以給到8分。然後第4，複合動態的表現。那加速減速時點頭還有軟腳的情況基本上都解決了。那這還是在我調教偏軟調性的情況。那市區開停常常會需要加減速。那以前加速會有點這種拖着的無力感，那現在加速車體維持很好的平衡，會有種底盤更堅固的錯覺。同樣在換道，尤其那種及時閃躲道路異物的時候，視角穩穩抓着地面的安全感進步很多。那開起來會以為車身有降低，但其實我這次改避震是沒有降任何車身高度的，所以這部分我很滿意，所以我可以給到8分。那再來第5就是高速巡航的穩定性。那如果我們今天都是開在完整、優良、完美的道路上，可能無感，但畢竟沒有那種路，我們總是會需要過那種道路的接縫。那這邊可以感受到它的抓力感超級的扎實，好像是吸着地面一樣。那還是要再說一次，我沒有降車身的高度，過那些接縫，你會發現整個車體是順的跟着地面高度起伏，但它不會跳動，也不會有任何的漂移，所以在高速駕馭的安定感，我覺得真的增加不少。那這邊我絕對可以給到9分。所以這個 Kony Sports 黃銅版本的避震呢，我覺得綜合表現的分數是38分。那我再把它換成測試 Kony 變色龍在新款 Model Y 上面的表現。那希望用真實的體驗，在這2款避震器上面給出我自己的感受和建議。我們上次測試完 Kony 運動的版本，我們有講嘛？我們說2個版本要來比較，那我們當然就實際今天就把自己的車拿來再來裝另外一個版本，2種不同的避震器、不同的調性，實際做體驗之後，不止我，然後就我們不同乘客、不同的體感、不同的位置去做體驗之後，再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分析，看對比原廠。那可能你要偏運動性或者偏舒適性，然後這幾個我們自己的看法怎麼去評分？過幾天再做更多的測試，然後再跟大家分析。那希望這樣的影片就是對大家有點幫助。好，那現在測試 Kony 變色龍在不同道路行駛之後，這邊給大家1.5的評分。首先講這個碎震的過濾性。那這個在碎震的過濾
性上面是偏向舒適的調性。那簡單來說，就比較像是原廠新 Y 避震的強化版。那強化在哪裡呢？其實就在這個碎震的傳導上面。前座感覺起來雖然稍微多了那麼一點點，但是後座的碎震處理上面感受是有明顯提升。那其實呢，原廠在前輪的碎震處理本來就不錯，在原廠的後輪的话會稍微明顯一點。那這款变色龍呢，我覺得它在吸收这些碎震的傳遞感表現很好。那尤其在後輪又在加強碎震過濾性啊，我給接近原廠的7分。那我自己和導演都有分別坐在後座體驗。那當然啦，那家人的體感也是最明顯，一換完他們馬上知道差異。好，那下一個呢就是坑洞跑離感還有搖晃的控制。那這邊就是我在原廠避震最煩惱的布丁感，那種來回搖晃的表現呢，這個狀況我覺得它的處理調性和 Sports 的版本是不一樣的。那 Sports 版本它是緊緊抓住，那變色龍是保持 Q 軟，但不給你過度的搖晃。那平衡度的提升呢，对比原廠也是有感。那尤其是在那種大水沟蓋高度差距很明顯的時候，它回穩和持續摇晃的控制都好很多。那這邊我可以給到7分。那解釋一下，雖然這個7分的分數和 Sports 是一樣，但是它的個性和體感上面的調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看你比較偏好哪一個。3側傾的支撐力，那這邊就是一樣在山區來做測試。那在左右轉彎的時候呢，它的支撐度對比原廠來說，你可以明顯感覺到它的進步。那因為這款呢算是偏舒適的版本，我一開始的預期是會不會在山路過彎的時候得到和原廠類似的體驗。不過測試之後，我覺得真的是完全不同哦。這個變色龍，我覺得自適應的特性就會展現出來。那同一款產品在不同彎道和速率可以有不同的個性，我覺得很有趣。那尤其是你在下坡的時候，或者在速度高一點的彎道，它的支撐力又更明顯。但當然啦，我覺得 Sports 版本支撐是更好。不過以這款來說呢，本來就是舒適為出發點嘛，在搖晃回震的控制很快，那減少它的重心來回偏移的不適感，駕馭感上面的指向性呢，對比原廠來說也是讓我更有信心。所以這部分呢，我可以給到7分。好，那在第4個是複合動態的表現。那這邊一樣，首先先講加減速時的點頭還有腳軟的狀況。那我覺得對比原廠來說呢，也是馬上可以感覺出它的差異，因為變色龍會隨着速度去自己自適應嘛。那我們急加速、急減速的時候，它前後的支撐力也是明顯的改善。那我們一樣測試在換道啊，其實閃躲道路異物的時候的表現，那會感覺到它快速支撐的左右邊哦，不會有4角分別變得很鬆軟這種情況。那我覺得它的速度約在50以上的時候，它左右晃動的支撐力更加的明顯。比向洞間來說呢，它的提升度又更高一點。那整體的表現上呢，我覺得是一個很平衡的提升啦。那改善原廠4角比較偏軟的調性，那剎車的抓地力也是明顯穩定了不少，所以這邊我會給到7分。好，那最後這個高速巡航的穩定性，那我覺得變色龍的強項也是在高速行駛的時候很能體驗出來，那它的調性呢就會跟着改變。一些高速在彎道時的平衡感啊，還有穩定性都是有感的提升哈。那在高速開過伸縮碰的時候，雖然沒有 Sports 版本那種吸地抓緊緊的感覺，但是這種柔順的 Q 感，我覺得是非常的舒適。那穩定的同時呢，就像海綿一樣啊，吸收掉它的這種震動。那對比 Sports 版本那種駕馭先覺的這種駕馭感，我覺得這邊的強項啊就是舒適先覺。那對比原廠來說呢，我覺得也是有增加一點的犀利感，所以這邊我絕對可以給到8分。那這邊我給變色龍的總分就是36分。2款避震測完，那我們總共是評比的3個不同的避震，那分數我們也都有記起來讓大家做參考。那最後我自己選擇的又是哪一款，或者說我會怎麼推薦大家，如果這次想換避震的話，應該怎麼選？那這次實際體驗2款 Koni 的這個避震器之後，那我發現它的2個調性完全不一樣。那可能有偏運動感啊，有偏這種後座乘客的舒適感。那我覺得真的是很難有一款完美啦，就是都有不一樣的取捨。好，那我最後幫大家做個總結。那首先，如果你在你的新 Y 上面對現在的避震沒有什麼抱怨，那你家人坐起來覺得 OK， 沒有什麼暈車的感覺的話，那當然最直接的講，省錢就是不用去換它。那如果你也有改的需求的話，我會怎麼建議？那這邊講當然都是我主觀的感受，比較我私心的看法。老實講，如果今天都是前座導向，那可能偶爾副駕會有坐人的話，那我私心一定是會選擇這個 Sports 的版本，讓你開起來會有一種換了一個新的底盤更堅固，然後甚至車身可能有降低的這種錯覺。那我在開 Sports 那一款的時候呢，我們的調角是在最軟的方向再往回收1/4齁，那你最硬的話是可以調到2圈，所以其實我測試的調角還是偏非常軟的哦。那如果今天這台車完全是我自己開的話，我甚至還會願意再把它調得更硬一點。換了這款避震之後，它方向盤的指向性啊，還有這個操控感，整體體驗感覺起來像是換了一台車，讓我覺得說，換這個避震它的差異感是非常非常的明顯。那如果今天稍微折中一點，我是只有偶爾後座有坐乘客的話，那我覺得我選擇可能還是運動版
本，然後我會把它的後輪再調的稍微軟一點點。那我覺得這樣的話，如果前座要操控性也有，那後面要再提升一點舒適感的話，也是可以做這個選擇。但講回來了，我今天這台車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家人用嘛，所以我後座基本上大部分使用時候都是滿座哦，一定至少坐2個人加1隻狗，所以我就必須很注重這個後座的舒適性。那如果這個也是你的使用情境的話，我就會比較推薦你去改這個變色龍這一款，因為我覺得它主要的改善是在市區比較大晃動啊，你在過那種比較大水溝蓋的比較強烈的布丁感，我覺得它在這個部分呢，它的修正是蠻有感的。同時它在提升後座穩定性的時候呢，它也給出你在過彎的時候有一定的支撐力，所以我覺得是給家人乘坐上面算是一個蠻適中舒適的選擇。那因為把我先前有抱怨的那一些點呢，基本上都有做一定的改善。那其實如果要单純說它是原廠避震的強化版，好像也不完全正確啊。因為如果你今天在行駛稍微高速的時候啊，在高速公路這種快速要換道要過彎的時候，你又能感覺到說它對比原廠來說，它的支撐力又更好。那剛我們在那邊快速要閃躲一些模擬這些情境的時候，其實它拉回来的速度是非常的穩，在駕駛上非常的有安全感。所以我個人覺得在這個價位，变色龍是非常高 CP 的選項。好，那我本來在測試這個2款不同的避震器之前，我本來覺得，可能在我測試完之後，我可能會一面倒的哦，可能就是想要選擇其中一款。但實際換完2款都跑完之後，我覺得發現並不是這樣子。我覺得真的都是有它不同的屬性，可以理解啦。為什麼市面上的車款有人就說，我就是喜歡賓士的舒適，有就是喜歡 BMW 的操控哦。那各有各的需求的族群，也會造成说，這2個品牌都有它的熱血用戶的存在。我覺得你自己體驗完之後呢，可能你的需求跟你的方向跟我也會不太一樣。那當然，這個產品優點缺點都會有啦，沒有完美的產品，但可能會有一個最適合你的產品。那我們也建議在上面我們這些評分中呢，不要單就是只看總分來選說哪一款可能最適合你。我覺得比較要去看這個5項裡面細項哪幾個是你比較在意的。那針對這些點去看，去選一個比較適合你的產品，這樣的選擇方向會更精準一點。OK， 好，那我們這次會選擇測試這個 Koni 的這個避震器呢，因為它是荷蘭的品牌嘛，他們全部避震器也是荷蘭制，從荷蘭原裝進口。比較3款不一樣的這個避震，那大家如果有這個新 Model Y 要改避震的需求呢，希望這樣的影片可以对你有點幫助。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下面，我是蘋果爹，我們下次見，拜。